楚姑娘，楚姑娘，王爷，连翘姑娘。连翘，你去厨房看看安神汤煮好了没有？是。吓坏了吧？我不是害怕，我的工具都没了。对不起，怪我去迟了。啊，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，东西掉了都不知道。好在那些工具已经烧毁了，他们也看不出是什么，不然又要给你惹大麻烦了。没事儿，那些工具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我可以再做一套，只是那套工具跟了我很久了，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，我有点难受，过会儿就好了。方才的情形实在不便让你开口，你若真舍不得，我待晚些让人去取回来可好？好，谢谢王爷。方才灵堂着火时，你离灵堂最近，可知道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？不知道，我只顾着验尸，验完之后才发现屋子着火了。灵堂的门窗是你锁住的？不是，我只是把门关上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开了。王爷，刚才火那么大，你怎么一下就冲进去了？你不怕死吗？怕。那还进去？我怕你死。你怕我死？我怕你死了，我还要连夜写陈情文书归档。记着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要先想法子保住自己的性命。烧毁一具尸体和烧死一个活人，于衙门与我所要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。可是还有侍卫大哥，你怕我死，也不用自己冲进来吧？若进去的只有吴江他们，你是会先逃出来，还是会跟着他们一起护尸体出来？当然是护尸体啊！所以，我才必须进去，将你先行带出来。我知道在你眼中死者亦有生命，你可以用性命去换他们完好，但在我看来，将你送去验尸的是我就必须护你周全。王爷，你真好。尝尝这葡萄吧，西域送来的。葡萄皮色，要这样才好吃。冯介的尸体你已经验过了，可验出什么结果了？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了。我仔细地看了冯尚书头上的伤，他左侧眉骨处是被拳头击打的伤，这一拳促使他右侧后脑撞击到了平滑的硬物上，出现了细小的骨裂。这和那2名死者是一样的。我现在可以确定了，他们就是被这一拳给害死的。可是据冯府的人说，冯介是在酒楼受的伤，如果这一拳足以致死，那他也没命恢复。而且你也说过，这些细小的裂缝并不足以致人死命。这么说吧，他受伤的地方应该有一处楼梯。真不错啊，说的是啊。凶手选择在有楼梯的地方行凶，是为了方便调节2人间的高度差，确保这一拳能够准确地打在冯尚书的眉骨眼窝处。
冯尚书的后脑磕在凸起的硬物上，从而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。不过，这伤不会致人当场死亡，甚至不会觉得疼，所以冯尚书当时觉得没什么要紧，就没把这伤放在心上。这叫什么事儿？但是这道细缝会使他的脑袋里渐渐地出现血肿，过不了半个时辰，血肿就会让他整个人变得晕晕乎乎的，说不清话，走不稳路。这就是你说的脑袋里的东西？对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那2个死者后脑的伤也是这样的，不过他们已经死了有段时间了，就算这会儿打开脑袋，也验不准了。打开脑袋？你把冯介的脑袋打开了？对啊，不打开脑袋，怎么看到脑袋里有没有血肿啊？我仔细验过了，他脑袋里确实有血肿，再加上他又服了药性强烈的防药，使得气血上涌，伤情急剧恶化，人就突然死了。刚才看冯介的尸体，分明是完好的。当然是完好的，我打开检验过之后，就把它给合上了。打开，又合上了？对啊，这就像是衙门里的官差进案发地搜查一样，进去的时候打开房门，那走了不得给人家关上？所以，你出发前要了一顶发套，铸成冯介发髻的形状，就是想在剖验完之后将它恢复原样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毁伤不敬。你还知道毁伤不敬？你可知京畿衙门里的仵作，要剖验尸体，需要案件主管官员的批文，若无批文擅自剖验，可是要被治罪的。啊，还有这样的规矩啊？可是我已经把尸体修复好了，套上衣服看就跟没剖过一样，这样也要治罪吗？我从没遇过像你这样不守规矩的仵作，要怎么治罪，我还要好好思量一下。我没有不守规矩，我守的是六扇门的规矩。六扇门的规矩？玉面判官说过，在六扇门办案从不拘于条条框框，只要能查到真相，用什么法子都可以。但是不能为了破案而犯案，也不能为了检验尸体而去损坏尸体。所以在六扇门当仵作，只要有把握能把尸体恢复原状，那就可以剖验。这些话你不知道吗？这话我知道。真的？你真的知道？那你……我是不是玉面判官？是吗？你为何要找这玉面判官？是不是与你的石头坠子有关？王爷怎么这么在乎坠子呢？那赠予你这坠子的人是否对你说过，这坠子兴许就是玉面判官的东西？啊？景大人，你怎么飞进来了？我都飞了大半夜了，哎。纵火之人追到了。哎呀，王爷，你就不能装作不知道，夸我几句吗？直说就是了。5个人，蒙面夜行衣，全是练家子。我一路跟着他们，看到他们最后进了神策军军营。又是青鸾。吃够了，就去见韩继。韩继？王爷，这个时辰猫都睡了，我去见那个老瓜精干嘛？去冯府的人说，昨夜是韩继送冯介回府的，所以韩继应该也是给他接风的人之一。只要从韩继那里问出冯介昨晚是在哪家酒楼喝的酒，就不难找出行凶之人。不是，这跟酒楼有什么关系啊？楚楚刚才已经验出，冯介等3名死者的死因是被人击打眉骨眼窝，导致后脑撞击出裂缝所致。3人受伤的位置完全一致，说明凶手是受过训练的杀手，方能一击致命。而喝酒正是他掩盖杀人手法的关键一环。喝酒？楚楚，你方才说过，死者受到迎面一击，随后撞伤脑后的一段时间，人会渐渐变得晕晕乎乎，说不清话，走不稳路，就像喝醉酒似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特别像喝醉了酒。